大家早，我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我们的心理咨商圈里面，已经熟到烂到透的一个普世价值，就是人人都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学心理咨商，你学心理学，这是你的基本功，你必须要会辨认你自己是谁，不然你怎么去治疗你的个案呢？然后你的个案来到面前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这样？他为什么受苦了？他为什么情绪这么困扰？那我们呢？就像小琪老师说的，我本来他给我一个很难的题目，这个题目叫做依附关系与学习效能，就是他日夜关心，他跟我谈大学生为什么那么没动力呀？他跟我谈了很多年，从我认识他以来，他总是好奇，所以他就一直去研究，然后他也希望我来从心理学来谈，结果这是一个高难度的题目，为什么呢？我来说说看。各位看，这个是 Maslow 的心理需求。心理需求的第一步是生理，如果生理的需求不能满足，就没有第二个。第二个叫安全感。好，前一阵子我们不是整个台湾的地震吗？特别有一天的晚上，那个已经大地震完，大家都心有余悸的时候，后来又有一个蛮大的，就在上个礼拜还上上礼拜，那一次我整夜惶惶不安，我的神经全部都在发抖，因为不知道等一下什么时候又要出什么事了，对不对？而这种感受是很就是会启动我们全身进入一种不安全感。那安全感如果没有得到满足，情感心理的安全，上面叫做隶属跟爱的需求，就在你的讲义里有，对不对？哈，爱与被爱，如果一个人心理安全了，他才开始会想要去爱别人或者被爱。但归属感是什么呢？有些青少年在国中的时候，他被全班排挤，他就没有归属感。包括你来西语系，你会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陌生人？或者你来了，大家认识你，嗨，你有归属感。必须你在这个你的学习领域里是有归属感的。如果你觉得我来这个教室，这个课我也不认同，这里的同学我也不认同，你没有归属感，之后你不可能再往上，再往上就是自尊，就我认可我自己，那大家也认可我，我被认可了。这里各位，这是基本需求，要4个都到达呢，才能往上谈。学习效能，老师，我虽然不喜欢西语，但是我知道我每一天要怎么善用我在西语系的每一天。这里有4年，我要怎么建设我自己？我知道我有知的渴望，我有这个需求，我有动机。问题是下面通通都落空，要谈，哎呀，好难哦！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谈这个题目，就想了很久。后来我的遥控器底抖。后来呢，我觉得依附关系这么营养的一盘大菜，结果去谈一个小小的功能的展现，还不如来谈大一点，它对你方方面面的影响。如果我们想象我自己就是这部车子，我是这一台车子，你今天20几岁了，你可以观察到，你这部车子是油门很松的那一种吗？
就是你随便踩一下它就爆冲，冲动性很强的。你的个性是冲动性很强的吗？或者你是那个油箱没有油的人，你那个车子啊，走2步就要停一下，走3步又要睡觉，这个车子永远都跑不动。那么依附关系就好像在讲一件事哦，它打造了今天的你，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？它是依附关系就像一个土壤一样，它像土壤，这个土壤很贫瘠，还是这个土壤很优渥，养出来的你像一个跑车，跑得很快，效率很好，还是像一个破铜烂铁，走2步就要停在那里，忧郁、焦虑、摆烂到底我今天是怎么样长出20几年之后的今天，我长这个样子，我至少要了解我的根源是谁，是什么原因我变今天这样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想这个是更有价值的。那所以后来小杰老师也，我想这个真的是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不要改他的题目，他跟我谈孩子怎么会不愿意好好面对大学4年，一起的冲啥哈？他跟我谈好几年，我不要改他题目好了。可是我又觉得，哎呀，这题目太小了，能不能给我谈大一点？后来他问我有一天，老师，你如果觉得题目不好的话，你可以换呢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啊，那我就要来换这个。这个土壤，依附关系是一个土壤，对于我这个小种子的影响是什么？那这样我们就方方面面可以谈到哦，谈到你的心理问题、情绪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、成长的议题。好，那我觉得这就可能更合大家的口味一点啊，因为我活着，我每天面临很多生活所以我们来探探这个。那今天呢，从早上到下午，它是一个完全扣接在一起的一整组的概念，为了谈一件事，你怎么认识你自己。早上我们只能谈西方的理论，因为全部的人都没听过，又很好听，所以早上我们谈西方给我们的启发。下午我们来谈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，他们是怎么被养出来的。那我也顺便问一下，这里你的家族、你的长辈有外省人的，请举手。你的长辈都是台湾人、闽南人的举手。你的长辈有客家人的举手。好，所以这里没有外省人，对吧？外省人的长辈都没有吗？有。好，手放下。好像突然间外省人的那个后2代、后3代，好像就突然在台湾变成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定位自己的一代人。可是我的心里想的是心理学的角度，都是人，只有政治家那些政客把我们分类成不同的人。可是回到你的家庭里，你的基因、你的血脉里，你有各个种族的血液跟传统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今天的下午，我想跟大家回到台湾，你用西方心理学来套自己，会死哦，会死哦。为什么？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网络上或者书店买那个大众心理学，然后随随便便就拿一个专有名词扣父母的帽子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她对我不好，她是自恋型人格；我爸爸他是强迫性人格。其实你这样套进去之后，你的人生没有变得比较开阔，也没有变得比较开悟，你只是
把自己穿上了金缕鞋，只要不符合西方定义的那个人格，那个正常人格，你没有穿上西方定义的这双小鞋子，你的脚不合脚的话，你就是病了。如果你把西方的东西套用在自己身上而不了解自己，你就死了，你就永远没有开窍的一天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借西方的理论讲清楚，下午让你反思你的成长，你的上一代人怎么长大，然后来解开再也不纠结的情感，再也不痛的互动，解开你的人生，才真正的有了我们要的那个安全感、爱与归属的感觉。你满了，你往前跑，你就冲得很快。好，这就是下午跟早上的内容的一个介绍。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我们到底是从儿童期、青少年期到成年期。今天的我们在整个生命里，我们到底是在哪个阶段呢？好，大一、大二刚刚脱离高中生的时候，还有一点点对高中生活的感觉。可是大三跟大四那是要接近成年人了，要出社会了。好，那在心理学里面，好，记得吗？我有时候回头看自己，我们才刚刚张开眼睛，好奇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才刚刚对这个世界打开我们的眼睛。现在你已经在大学了，怎么长那么快啊？好，然后呢，有的人要毕业了，这个过程开始走向独立了。我们开始在学校里慢慢的大学了，你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价值观，跟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，跟学校老师也不太一样的，是你自己发展的。再来呢，虽然我们的行为能力不够成熟。什么叫行为能力呢？要赚钱没专业，要谈恋爱不知道怎么解决情绪问题，跟人摩擦了不知道怎么化解人际沟通，我们的行为不够成熟。可是我们的经济有一点点依赖，但是呢，我们开始练习要拍着我们的翅膀，要离开这个鸟窝了。你们正在准备要独立起来的最后的一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我们称为心理的分离，跟父母要开始分离。好，那在这个你现在的阶段里，心理学怎么看？心理学是在谈，我们今天谈依附关系嘛，那么依附关系的最终目标是在讲什么？你有能力，你感到安心了，你能够跟父母分离了，你终于可以独立的个体化了。所以谈依附关系是在谈你有没有办法成功的个体化。但是很难，难在哪里呢？如果我能够完成这个目标我要在心理上可以跟父母分离，虽然每天我都回家看到他，但我心理上不依赖他了。然后呢，在我与他的关系里面，我可以做自己，我要做自己，就是这全部大学生每一个人通通都会往这里跑，这是你的目标啊，你不去也不行啊，你每天都在发展它。虽然你的大脑不知道，但你的身心都在长这件事啊。而我今天只是把它讲明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个体化。
这个学者他就定义清楚，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，帮你核对一下自己，我在这条路上的发展的怎么样？第一个所谓的独立是什么？功能。第一，功能的独立，我可以自己处理自己的事，我不用事事依赖父母的建议与协助，我就不用每件事，我大部分可以自己来的，我都可以自己动手啦。有的人的 paper 是父母做的，那就是事事依赖啊。那有的人呢，不是依赖父母，他是事事依赖男朋友、女朋友或者闺蜜，那这样你也没有独立哦。再来，我在独立的路上，态度也要独立，就是我有我的信念跟价值观。比如说，有些人父母都没有吃素，这个年轻人说我要吃素，你要剃度做尼姑吗？父母会有不同的价值观，但是我有自己的选择，那个叫独立，态度独立了。比如说，很多人他的父母亲，这是我看一些网络讯息的啦父母可能是国民党、民进党，生一个小孩他是柯 P 党，就是你有自己的信念了，你的态度跟父母是独立开来了，不一样了，可以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会有冲突。那么一个真正完成这个的人呢，他可以跟父母的这个价值观都不一样，但是不会冲突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不会冲突，这件事很重要。有一天，你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，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你们两个可以和平共处，那就表示你的心理独立咯，你允许别人独立。有很多人闹爱情，闹，最后就有一个理由说，他跟我个性不一样。每个人个性都嘛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，你就要切。其实不是，你们在讲的是，两个在讲的是，我跟他的观念不一样，我不允许别人观念跟我不一样，我要跟你断交，你跟我观念不一样，断交。那你就是一个依赖型的人啊，你又没独立。你独立的话，你会允许别人也是独立的。你跟我想法不一样，观念不一样，没关系。好，接着还有一个情绪的独立。情绪的独立是什么呢？不会过度依赖父母同意我，不会过度依赖父母给我爱的支持，这种叫情绪独立。这个独立的重点是，有一天我不会过度依赖男朋友、女朋友的赞同。我男朋友不喜欢我穿迷你裙，不能穿。我的女朋友讨厌我跟那个同学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就不能做朋友，这就毁了。没有一个人独立起来，每个人都在控制别人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你今天的目标。那有多少人完成这个成长目标？不知道。有的人完成的多一点，有的人根本没完成。好，那这个是大学生活毕业的时候你应该要完成的哦。虽然你看你的学长姐大部分也没完成，可是你要有这个方向哦。好，再来，心理的分离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举龙应台跟他儿子的关系。他的儿子出生在台北，民国74年，应该是比你们大啦。你们都是80年的吗？民国80年代的，90的，你们2000之后的啦，
所以哈，安德烈他是个德国人呐，他是台湾跟德国的混血。安德烈18岁的时候，跟他的妈妈渐行渐远，所以龙应台就写了一本书。这本书不是一本特别写的，就是说他每天都跟安德烈谈话互动嘛，沟通，一个在德国，一个在台湾，最后结集成一本书。然后我查了一下，安德烈的今年都快40岁了，这是很久以前他们两个的故事。那你也可以看到安德烈有没有独立起来哦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发展阶段里，龙应台做得好还做得不好啊？好啊，龙应台写，他说啊，儿子18岁了，我才刚刚认识一个18岁是长什么样啊？他说我很不适应哎，我可爱的安安哪儿呢？去哪儿了？那个让我拥抱，让我亲吻，让我牵手，让我牵肠挂肚，头发有一点汗味的小男孩去哪儿了？啊！我走靠近他，他退后。我要跟他谈天，他说：“谈什么？”我气球的追问，一直想要热烈的去问呐，哈，他就说：“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，我是我。”我要说的是，这就是我们现在，当你18岁、20岁，你正在发展的是，我不要跟你黏在一起，我的翅膀要开始练习飞出去，这样。但是父母呢，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，你正在长大，而且你的阶段切换了，切换到他跟不上的地方去了。好。这是安德烈很小的时候，你看他跟妈妈的关系是很紧密的。后来新书发表会的时候，他回来，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非常困难，各说各话。哈，我要用他们的例子来讲什么叫分离。好，安德烈跟妈妈说：“你呀，为什么你不试试看？”进入我的现代，他已经嫌弃他妈妈是古代人了哈。我的网络，我的世界呢？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思考打扮这件事呢？买一点贵的啊，买一点好的衣服来穿啊！啊，因为安德烈不知道。龙应台出生在41年的台湾，那是一个艰困贫穷的年代。他不知道，对40年次的人来说，打扮从来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打扮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安德烈并不知道他的妈妈活在哪里。然后安德烈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偶尔去一个？”你从来都不会去的酒吧，去听听你从来没听过的音乐。我读完以后，我也脑子有点炸裂，因为我也不会。我天啊，这个建议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太难了。哦，好，这就心理要分离了。难道你已经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东西了吗？哇！这给他的妈妈很致命的一击哈，还是说你已经定型？更糟糕的是，你连自己已经定型的不能动弹，你都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妈要非常有度量哈，因为他的儿子不停的在每一句话用自己的价值观在否定那个妈妈。这就是他们两个的故事，这也是你跟你父母的故事。这也曾经是我跟我父母的故事，因为我们都走过18岁、19岁，
然后慢慢脱离，跟他们完全长得不一样。好，但是这中间的摩擦跟心酸就开始了，它会影响我们的。好，这是安德烈18岁跟妈妈新书发表的时候在一起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睛，他非常专注在聆听他的妈妈，他在意她，但是他要告诉妈妈，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，你有听到吗？你听到了没？好，其实龙应台并没有听到，在他18岁的那个互动里，我觉得龙应台没有听到。可是这个小男孩一直希望他妈妈听懂，我跟你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里只是让你知道，心理的独立就长这样，跟父母的价值观开始分离了。那你有没有真正的独立呢？你可以这样看。当有一个人，你很重要的人，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今天的你可能会选男朋友、女朋友或者闺蜜，那个很重要的人，或者你的指导教授，很重要一个人，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吗？自己很有罪恶感吗？还是你觉得你都是对的，我才是对的，你都是错的？这两个都叫不成熟。那你说老师，那什么叫成熟啊？成熟就是我的价值观是对的，不过你的价值观也会是对的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而已。这个就心理独立了，没有冲突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对错，只是了解了。哦，你跟我不一样啊。哦，好。冲突的独立，当我们跟父母意见不一样，我们常常还是会心里觉得惴惴不安。哪怕到我今天这个年纪50几岁了，我依旧会有。所以我知道这个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得慢慢帮助自己，不要那么有罪恶感，不要那么焦虑，要了解。要了解什么？了解我是 OK 的，了解爸妈也是 OK 的，了解你的男朋友跟你不一样是很 OK 的。好，接着如果这个阶段的发展不成熟，就会开始出问题了，这部车子就不好开，你就不要再说什么把学习搞到最好啊，把人生把功能搞到最好就很难，因为情绪一直出来，适应一直不良了。好，真正很严重的极端就是完全不跟父母分离的，我们叫妈宝。研究里面发现呢，青春期一定要把这个个体化走到一个过程，一定要走过来。如果没有25% 的人，他们这个青少年是指高中，他们有个体化的困难的话，他们就会开始有上瘾、偏差、自伤、辍学、逃学、亲子冲突、忧郁。然后在大学的校园里发现，个体化不够的人，有困难的人会有沮丧、焦虑、人际困扰、学业。当然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闺蜜想要留学，我不想，可是我想哎呦，那我们两个就要分开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很痛苦。他去他的，你去你的啊，不行。好，那就是个体化不够。我不能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，我不能跟别人的梦想不一样，我不能跟别人的 idea 不一样啊，我都要跟他一样，可是我不行，我不喜欢那个，我不喜欢那个，可是我要跟他一样，那你就冲突很多。我的指导教授喜欢这个论文题目，我不喜欢，哎呦，可是要写我才能毕业，可是我不喜欢，哎，好，你就在这里冲突跟矛盾了，天天都有啦这种事情。好，
那我们要说的是，告诉大家，你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自己长好一点。有一个个案，他说，我讲这个逻辑就是个体化里面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，我很在意什么？例如，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。这个别人的一开始，在我们生命的一开始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父母。我很在意我父母怎么看我，慢慢变成我很在意阿公阿嬷怎么看我，我在乎谁？我很在意我的班导师怎么看我，我很在意我的好朋友怎么看我。最后更严重个体化没成熟的更严重版本，我在意所有的人怎么看我，所有的人，我今天走出去我穿这样会不会不得体啊？有谁看你所有人，公车上的人，他又不认识你，不，他们都会看我，我浑身不自在，我很焦虑。个体化严重发展不足的人，他会变成很严重的，任何一个大事小事，任何人都影响着我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来举一个例子，这是我我上个月治疗的一个个案。他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的身体，他这个神经，他这个身体不知道，他已经忘记怎么吞水这件事，他没办法吞。那我说你怎么吃饭？我常常饿到不行，我才能够把那个饭弄得烂烂的，慢慢吞。我的这个地方的功能不会吞东西了。他才28岁哦，他这样有3年。那我要治疗他，我就带他去看第一次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，他在公司里。我就请他看，他就看到很焦虑、很忙个不停，1分钟都不能停的一个样子。他看到自己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我感觉到了，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不认真，我要不停的保持，我假装我很认真，我就一直忙，太焦虑到神经跳电，整个不会反应了。我用2次，第一次他就好了70%，可是他用西药治疗自己3年，我们用心理切进去1次，他就好了70%，第2次就全好了。是心理的问题，可是卡在你的神经里，作用你在肉身里，你宕机了。你不会只有这里宕机，你会脑子宕机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带他去看这句话，静下来看，闭着眼睛，静下来。这句话不是这一天的，它应该是在你的生命里很久了。他说对，我请他去看那个一开始，第一次让你觉得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不认真的第一次是什么？他看到呢，他写作业写完作业刚刚很舒服很放松，坐在沙发上，结果呢，爸爸是夜班，所以爸爸回来很晚了嘛，大概12点，半夜12点，一推开门看到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他，二话不说，一句话都没有解释，衣架子拿起来啪猛打。那时候他才7岁，他是措手不及，他根本连跑都来不及跑，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而那一刻，他的妈妈还赶过来护着他，被他爸爸一起打。他看到妈妈被打的那一刻，他崩溃了。
他觉得自己做错，还连累了他最爱的人。从此他下定决心，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个经验就烙印在他的身心里，他就决定，我绝对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不认真。他就鞭策自己，鞭策日夜不停，到28岁很年轻，他已经不能吞了。他那个第一次不能吞的那一天是怎样？他要吃药，西药，放在嘴巴，他很自然的拿开水，咕噜，药跟着水下去了。可是他没有第二个动作，他的肌肉群全部停顿，没有吞，没有咽下去，他的脑袋是空的。现在我要做什么？现在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吞，我要吞，我没办法吞，我没办法吞，没办法吞。然后他快要窒息，他一直打自己，一直打自己，一直打，把那个药给咽下去。那一刻，他发现，哇，代志大条啊！我身心失衡了。其实他忙到害怕，他把这个别人的第一次是爸爸，经过28年培养自己。日夜鞭策自己，从小1开始鞭策自己，鞭策自己，到28岁，他开始觉得公司里的所有人都会看我有没有认真，我不能不认真，我只要在他面前，我就要很认真。可是当我治疗好他，我问他：你回去公司看啊，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在干嘛？他就在玩手机啦，摆烂啦，跟别人聊天啦，都没有人看我。他正常了，可是在他很焦虑的时候，他认为每个人都在检查我，我不要让别人发现我不对。其实这种感觉在每个人身上都略有，尤其你功课好，你就会鞭策自己，你的内心里就有某些你的在意。你很在意的啊，你说老师我是摆烂那一种啦，那你也有很在意的，只是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你放弃了你自己。好，那我们用这个案例来谈呢，创伤会烧到你的神经里，它用录进来的。它会随时的录在神经里，就像你今天跟我们上课，对不对？有一天我讲的内容你全部都不记得咯，可是你的神经、你的潜意识全部都烧好了。心理学有一次我们上心理学的氛围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个感觉是很说服我的，那个感觉是很安心的，你会有感觉，它会烧录进去。然后以后有一天，你碰到类似的心理学的场景，人家在讲，你可能会有心情上的共鸣。这个感觉好像很有一种熟悉耶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好，因为它是录进去的。好，创伤在你遭遇逆境的时候，它就开始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了。然后你的神经就会过于亢奋或者瘫痪，然后呢，你就进入身心的问题。有的人半夜不能睡，一定要2点，用到全身没电，那个叫倒了，那不是睡了，他倒了，他没电了。有的人晚上亢奋，白天起不来，你的神经被自己破坏，严重破坏了。好，下课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给大家休息一下 ，OK。